哈喽，大家好，现在是2025年的12月15日，又到了年底这个交卷的时刻。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，总觉得外汇市场很复杂，像只有大银行家才能懂的秘密。但其实我这么多年下来发现，外汇市场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人性放大镜，每个货币背后都藏着一个关于选择、关于压力和关于机会的故事。今天我们不聊高深的理论，我会把美元、人民币、澳币、纽币当做我们身边的4个朋友，用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聊聊他们的故事，以及身为普通人的我们能在哪里找到最简单、最稳当的赚钱机会。首先，我们从全球的老大，那个最爱出风头的美元聊起。美元就像我们小区里那个保安队长，你以前可能会觉得他快要退休了，市场总说要大降息，结果他每天拿着电筒比谁都精神，根本没有要放假的意思。这几年市场上美元要崩溃的声音从来没断过，但你看到了现在2025年底，美元指数死活还是在高位晃悠，它就像一个在健身房里连举5年哑铃的人，韧性强的吓人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第一，美国人消费力太强，他们总能找到新的方法赚钱。第二，它是全球的避风港，当世界出现危机时，你的钱第一时间会跑向这个保安队长，因为大家都相信他不会倒。这给我们什么启示？就是不要和美元这个大趋势对著干，不要去猜它的顶，它在这个阶段不会暴涨也不会崩盘，它就是个背景噪音。我们要做的是尊重它，然后去看看其他更有故事、更有机会的货币。接着我们看人民币，人民币就像是我们家的大门，现在的价格大概在 7.05 左右，这扇门背后其实压力很大。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家里中国的房地产还在调整，消费还没完全恢复，很多人心里有些担忧。但奇怪的是，这扇门却被守得滴水不漏。为什么？因为守门人比谁都清楚，比起让经济慢慢恢复，更可怕的是信心崩溃。所以人民币的价格里藏着一种政策的意志。人民币的价格告诉我们，短期内不用担心世界末日，也不用期待它会大涨，它是亚洲市场的定海神针，只要它稳住，不跌破7这个心理大关，整个亚洲市场就不会乱。这让我们的投资变得简单了，不用把精力放在和人民币对赌上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也是我看到最清晰、最简单的赚钱机会。很多人以前总是把澳币和纽币绑在一起，叫他们澳纽兄弟，觉得他们走势差不多，大错特错。到了2025年底，这两兄弟已经彻底分道扬镳了。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哥哥是澳洲，他家里有矿，家底厚，性格倔强，物价降不下来，所以他就是全村最晚一个答应降息的人。哥哥的利率高，所以澳币很强。弟弟是纽西兰，他家主要是卖牛奶，经济体量小，一遇到风浪就撑不住了。为了救经济，他已经被迫降息。弟弟的利率低，所以纽币相对就变弱了。这个差距就是我们的钱包，钱就像水一样，它会从利息低、经济弱的地方流向利息高、经济强的地方。现在的趋势就是资金正在一波一波的从弟弟纽西兰流向哥哥澳洲。那普通人如何抓住这个赚钱机会？这个策略超级简单，你不需要看懂任何 K 线图，我们直接利用这两兄弟的差距，买澳币，同时卖出纽币。现在1澳币对纽币大概在 1.15 左右，最佳时机，不要追高，我们要像等待商场打折一样，等价格回落到 1.14 左右的区域，这是很好的买入机会。这个宏观的大趋势比你短线追涨杀跌稳当得多，非常适合我们普通人慢慢布局。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回到交易的本质，我们到底在交易什么？我们交易的不是 K 线，我们交易的是对趋势的判断，更是对自己人性的管理。在这个浮躁的2025年，大家都很想快点赚钱，但市场一次次打我的脸，告诉我慢就是快。未来的几个月，我的策略很简单。第一，对美元保持敬畏，不跟保安队长吵架。第二，对人民币保持关注，相信守门人会守住7的防线。第三，也是最大的赚钱机会，在澳币对纽币这个汇率上，保持耐心等待机会，等待回调到 1.14 附近的绝佳入场时机，这是一个长期趋势带来的稳健收益。交易这条路其实挺孤独的，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份分享，哪怕有一句话触动了你，或者给你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，请帮我做3件事：点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最重要的是，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我想知道，对于2026年，你最看好哪个货币？是相信美国继续例外，还是相信澳洲这个有矿的哥哥会继续赢？这里是赚钱角度，我们下个视频继续在市场的风浪里聊人生，下个视频见。